现在看呢是预言，以后再看呢就是历史了。那就算你以后看100遍，你也赚不到1分钱了，因为这是股神巴菲特最后一次开口，也是他唯一一次把人生最大的一场狩猎布局呢摊给我们看了。能不能赚到够你一辈子花的钱呢？就在你现在的一念之间了。一个人呢，为了可以上天堂，本来都说退休不再出来了，现在却把所有的秘密都交代了，而且是非常的直接了。记者呢问他，最近的美伊战争让股市暴跌，你拿着这么多的现金，是不是准备抄底啊？他直接说，现在这一点的下跌不算什么。历史上他自己就亲身经历过3次股市暴跌了50%以上。目前为止呢，他们是没有发现太多值得买入的股票。各位，这代表什么呢？这一次美股暴跌了10%，巴菲特没有抄底。去年4月关税引爆的股灾暴跌了20%多，他也没有去抄底，甚至他还继续的去卖股票。为什么？巴菲特现在说话不再绕圈了，他直接告诉你，现在的暴跌呢还不够便宜，那跌多少才叫做便宜呢？至少50%。也就是说，巴菲特现在拿着这么夸张的现金呢，就是在等崩盘去抄底，而且这场崩盘呢，至少要让股市腰斩了。这是不是跟我之前的影片说的一模一样呢？那他凭什么说会崩盘呢？整个访问里面最重要，但也是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巴菲特说，美国银行的体系跟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这个让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正在上升了。他说，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是美联储的首要任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表情是非常严肃的，不是那种随便聊聊的样子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你知道吗？当巴菲特才刚说完这些话之后呢，美股就直接反弹了，就只花了11天的时间，不但把之前跌的都涨回来，而且还突破了绿色的那一条线，也就是创了新高嘛。所以很多人就笑着说，美股这一次的反弹呢，就是一巴一巴的打在了巴菲特的脸上。那么我也笑了，我不是巴菲特的粉丝啊，但人家躺着什么都不做，一年就只是美债利息就赚了几百亿美金。那笑他的人呢，你一年赚多少钱呢？就是有的人股市涨又亏钱，股市跌又亏钱，然后又只会躲在背后去笑那些赚钱的人，那这不是更好笑吗？所以看我频道的同路人呢，我们要的是赚钱，而不是成为躲在背后的 loser。我们要思考的是美股为什么好像跟巴菲特说的不一样，还有我们能不能在这里面赚到钱。那么美股为什么可以反弹呢？很简单嘛，一定是买的人比卖的人多嘛。那么谁在买呢？巴菲特、达里奥、戴蒙这些资本家全部拿着现金动也不动了。那银行跟华尔街呢，他们有没有买啊？这个图呢是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这笔钱是华尔街跟银行的救命钱，是用来周转的，是用来应付突发的挤兑的。所以除非是市场上出事了，否则大家都不会花这笔钱了。你会发现啊，这笔救命的钱呢，已经从22年最高的2.5万亿美元跌到了现在2亿美元了。也就是说，华尔街跟银行他们自己手上的钱都已经不够周转了，都要把这个救命钱拿出来花了，自身难保了，那怎么还会有闲钱去买股票呢？那会不会是外资呢？就是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他们在买股票呢？如果是外资在买股票，就好像你是欧洲人嘛，你要买美股，你是不是要先把你的欧元换成美元，然后才可以用美元去买美股啊？那么美元是不是就会升值啊？但是你又会发现，这段时间美股反弹的时候呢，美元是贬值的，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反而是在卖美元的，其他国家的资本呢，反而是流出美国的。那么，难道是美国的散户吗？各位，美股的市值呢是70万亿啊，你想要让美股像现在这样反弹个10%，巴菲特把自己手上的钱都拿去买美股呢，都做不到啊。这里面最起码要用到上万亿的钱啊，散户加起来的总资产都没有这么多的，而且他们还要同一时间只能买不能卖，那你觉得有可能吗？所以现在就好奇怪，就好像一个餐厅，所有的厨师都不做菜了，
结果厨房里面还是不断端出一道一道热腾腾的菜，为什么呢？美股到底谁在买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我扫地僧在买啊。那这是开玩笑的，就是我前2期影片才跟大家分享，我重点关注布局美股，然后美股就开始暴涨了。虽然看上去好像是很准，但我其实并没有把具体的布局跟大家说的，甚至连我自己的例子都没有说。为什么？因为我最近的布局呢，只是在试水温。我今天可以把我知道的一切跟你分享，但就算这次的反弹我赚钱了，也不代表我是试对的。巴菲特看到的和现在发生的其实并不矛盾，只是他是资本家，而你是散户，所以你觉得你们看到的是很矛盾而已。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很难做，我不是预言家，我只是一个商人投资人。我看到的东西我提前说呢，有的人就会觉得我在贩卖焦虑，但出事之后再说呢，有的人就会说我是马后炮。那我还是提前说吧，就算只有一句话能让同路的你少踩一个坑，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你愿意为我撑腰，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而如果你听完就忘了，那就给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它就会自动存进去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来复习。因为接下来这个世界会变得很快，快到你可能会来不及反应了。首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弟子会在图表上面看到的蛛丝马迹啊。你看美股这一次的反弹呢，成交量是非常小的，基本上成交量都是在紫色那一条50天平均线下面了，也就是说这11天的反弹速度是很快，但是参与买卖股票的资金量呢，都是比过去平均50天的还要少的。这代表什么呢？各位，股票暴涨就2种情况嘛。第一呢，就是买的大户很多，卖的大户呢也是有很多的，双方呢都投了很多的钱进去，所以成交量呢就会很大。但是买的大户投的钱远比卖的大户投的钱多嘛，所以才会出现暴涨。第二呢，就是买的大户不一定是很多，但是卖的大户呢却是非常的小，这样呢它只需要很少的卖单就可以把股价推上去了，所以成交量才会在这么低的时候股价出现大力的反弹。而现在呢就是这个情况，买家出现了但不多，更多的是没有大户在卖，是不是这样的？ OK， 如果你能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拆成2个问题了。第一是什么大户在买，第二为什么突然没有大户在卖了。你思考一下，几乎所有可能在买的大户都被我们排除了，那剩下的还有谁呢？很简单，就是那些公司他们自己嘛，他们花钱去买自己的股票，这个操作就叫回购。听起来回购是很正常的，对吧？就是公司对于自己的业务很有信心，所以他们才会花自己的钱去买自己的股票。但问题就来了，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吗？是他们辛辛苦苦卖手机、卖广告、卖云端服务赚回来的钱吗？以前是的，但是2020年之后呢，这些科技巨头就发明了一套新的玩法。20年疫情的时候，美股是不是崩盘熔断了？然后呢，美联储直接疯狂没有上限的去扩表印钱，然后呢，直接把这个利息降到接近于0，把这些新印出来接近于无限的钱，几乎不需要还利息的，借给了这些科技的巨头。这些零成本的钱借回来之后呢，他们并没有拿去研发晶片，没有拿去盖数据中心，还搞起了大裁员。他们呢是把钱拿去买自己家公司的股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 CEO 的薪水呢不是跟业绩直接挂钩的，而是跟股价挂钩的。股价涨了，股东赚钱了，这些 CEO 的分红呢才会变多。而业绩好，但是股价还是可以跌的，这样这些 CEO 呢也赚不到什么钱了。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呢，就是这些公司的债务是一直在增加的，但是他们手上的现金呢也是一直在增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借来的钱从来就没有花掉，而是变成现金囤在这个账上面，等着拿去回购的。有多夸张呢？光是2025年第3个季度，标普里面的公司就花了2490亿美元去回购自己家的股票，一整年下来呢，回购了接近1万亿美元了。这笔钱呢，是比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一整年能赚到的钱还要多啊。
也就是相当于他把一个国家一年赚到的钱拿去买自己家公司的股票。而这呢只是去年的情况，今年美国很出名的分析机构 Wedbush 的报告说，今年这笔钱将会来到1.2万亿美元，只会变多不会变少。最重要的是，这笔钱是净买入，什么意思呢？今天市场上有人去买股票，就一定是有人卖股票了。散户买了，机构可能就卖了，外资买了，对冲基金可能就卖了。你买了100万，我卖了100万，这样净买入就是0嘛。你买了120万，我卖了100万，这样净买入就是20万了。就这样买盘跟卖盘其实每天都是互相的抵消的，所以市场真正的净买入呢，也就是买的人减掉这个卖的人之后呢，这一股剩下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小的。但是回购是不一样的，回购呢是只买不卖了。一家公司把股票买回来之后呢，它不是放在手上等着高价卖掉的，它是直接注销的，是直接让这张它买回来的股票永远消失了。所以回购产生的买盘呢，是不会被任何的卖盘抵消掉的，它是市场上面唯一的纯粹的单向的净买入。而过去这几年呢，美国股市几乎100%的净买入都是来自于公司它自己的回购。也就是说，如果把回购拿掉，美股这几年根本就不会涨。这不是我在乱说的，这是高盛、摩根大通、美联储自己研究出来的结论的。而这些回购的买盘呢，很多都是程序的交易。如果市场出现一些好的消息，比如说这一次停战了，或者是出现股票的暴涨形态了，他们就会自动的买入股票。那卖的人呢？各位，想要让美股崩盘之所以这么的困难，就是因为美股大部分都是石狮子几十年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了，你踢他一脚呢，他不动；你踹他10脚呢，他还是不动。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算走了。美股里面大部分的资金就是这种石狮子，买了就不卖了，做了就不走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这个 401k 的计划里面的资产已经突破了10万亿美元了。这10万亿是什么钱呢？是美国人从每个月的薪水里面抠出来的养老金。这笔钱不到退休呢，你是拿不出来的。股票跌了你也不能卖，因为卖了你老了吃什么呢？而这笔钱就是股票里面第一块的石狮子。第二块石狮子呢是公共养老金，规模超过20万亿美元，也是长期配置，基本上不会动了。第三块石狮子呢是共同基金，还有这个指数的基金。就美国人大多数不质疑炒股嘛，因为美股波动很大，一般的人是玩不懂嘛，所以他们就把钱交给那些基金公司去替他们买股票嘛。这些钱呢都是长期配置了，就是你买的基金呢不会因为今天跌了3%就卖掉，他们是为了10年、20年之后的退休生活的，所以这些钱呢也是石狮子，动也不动的。而第4块的石狮子呢，就是全世界的养老金、保险公司嘛，他们也会配置这美股的。为什么呢？因为美股是被认为全世界最安全、最透明的市场，这个世界越乱，资金反而是往美股跑的。如果连美国都扛不住，其他国家呢就只会更惨。所以美股里面有70-80%的钱呢都是这种石狮子，他们不是不会亏钱，也不是不会赚钱，而是不会卖，而是长期放在这里动也不会动。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美股反弹的时候成交量那么的少，因为卖的人太少了。那些石狮子呢全部坐在那边是不动的，所以只需要很少的买单呢，比如说这些企业去回购用的这笔钱呢，就可以把这个股价推上去了。这就好像一个池塘平时是没有人在掏水的，但是你只要往里面倒一杯水呢，水面就会涨了，因为没有人往外掏嘛。这就是现在美股的情况。所以这一波的反弹你抓住了吗？我前几期影片跟大家说我会重点关注美股，结果就真的反弹了。很多人就想听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其实我自己这一次呢也是在试水温。首先胜率呢是完全不高的，甚至是比50%还要低的，因为没有成交量。而且当时的美股呢都是在50、150、200天平均线之下的，也就是说这代表最近200天、150天、50天买了美股的人呢都是亏钱了。这些人可能一涨回来就卖了，
那既然是这样，扫地僧你为什么还会去买呢？第一，我不是赌它会涨，我是在试水温。试水温呢跟抄底是两回事，抄底是重仓，试水温呢是用一点点的钱去感受一下市场的温度。我是用之前在黄金跟白银赚的利润去试的，这笔钱它是利润，不是我的本金。输了只是心酸，但不痛；赢了我可以继续的去观察。那为什么我要去试水温准备布局美股呢？因为我不是关注美股会变得更好，而是关注全世界会变得更差。我关注的是美股变成全世界的避险资产。对，你没有听错，是这个高风险的美股，而不是美元和美债。就好像俄乌战争之后，让全世界钱没有地方去了，就只能来买这个美股。你会发现美元和美债这几年一直都在熊市，很多国家都卖美元买黄金了，因为美联储不断的印钱让钱贬值，他们也不再愿意把钱借给美国10几年，就算现在美债利息有接近 5% 也不借。但是美国呢，依然还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一天不开呢，全世界的经济最好的依然将会是美国。所以这一轮的战争反而将会是美股的一个广告，而我的策略呢，就是赚完就跑，赚这个中短线的快钱。所以这一次美股大盘它的反弹，它不但没有量，而且之前还被很多的平均线压住，代表有很多的卖压，但是它却可以突破了紫色这一个下降的通道，代表我一开头说的有买家的出现了，但是卖家却不多，胜率呢也不高的。但是美股里面有一部分不是科技股的传统股票，它就出现了我觉得比较低风险的买点。如果它可以反弹到之前的高位，利润也是有 10% 到 20% 的。而第三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觉得每一次投资都要看对，都要赚钱，那这是神不是人啊。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我亏钱的时候亏1块，赚的时候呢赚10块，我是不是亏5次都无所谓的，因为我只要赚1次，前面亏的5次都只是我的成本。你会发现图表呢是可以看得到大户买卖的蛛丝马迹，风险控制呢是让我们长期输少赢多，而自动买卖的系统和计划呢决定了我们的心态，也是我们无论投进去的钱是大是少，我们晚上都能够睡得着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们是在执行一套系统，这套系统不是靠猜的，也不是靠内幕，不是靠运气的，它靠的是资金的管理、风险的控制、图表的信号，去抹平我们人性跟情绪。这就是我跟我弟子的做法，也是接下来要在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分享给你的东西。今天你不需要付$400，甚至不用付1块钱，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真的想要在市场活下去，我直接送给你，算是一场公益课。那么上一次没有抢到门票的人，这一次手慢了也一样没份了，所以赶快点击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立刻锁定你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一次并不是我中仓的布局，我的策略呢是打游击战，赚完就跑，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巴菲特他不可以做的事，因为他的资金量很大，他不可能像我们这样进进出出的。如果他要卖股票呢，他必须要提前慢慢的去卖，所以重中之重就来了，巴菲特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呢？首先，这些科技公司回购的这个游戏快玩不下去了，因为这笔零成本借来的钱呢就快要到期了。2020年借的债从去年开始呢就陆陆续续的到期了。这些科技巨头当年借的那些 0.45% 利率的债呢，现在已经要还了。那怎么还呢？要么呢就是用他们账上面的现金去还，要么呢就是接新债还旧债。如果他们用了手上的现金去还了，那么他们的现金呢就不能拿去回购了。而如果他们是接新债还旧债呢，那现在新债的利息是多少呢？不是 0.45% 了，现在是 3%、4% 了，利息的成本呢是直接翻了好几倍了。但这不是最重要了，重要的是为什么隔一逆回购的那 2.5 万亿的救命钱现在会跌到只剩下2亿呢？不是因为华尔街拿去买股票了，而是因为这些私募基金已经出事了。对，你没有听错，
现在已经有私募的基金在挤兑了，就投资者发现不对，他们想要把自己的钱拿回来，但是这些基金呢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只能限制赎回了，这就让很多投资者投进去的钱都拿不出来了，也是巴菲特看到的那个裂缝啊。各位，美国科技巨头借了这么多钱，但这些钱却拿去买自己家的股票，那为什么他们还能够去搞 AI 呢？因为这些科技巨头搞 AI 的钱都是那些私募基金付的。比如说今天我是科技巨头嘛，我想要盖一个 AI 的数据中心，那我不会自己出钱了，因为我自己出钱了，我的财报就会多出一笔巨额的负债，那股价就会暴跌了，这样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会去找到那些影子银行，那些私募基金，那些资产管理公司，让他们去帮我盖这个数据中心。盖好了之后呢，我长期就跟他们租，每年就给他们付天价的租金。那这些影子银行他们自己也没有那么多钱，但没关系啊，因为他手上拿着我的租约，他拿着这份租约呢，就可以向全世界的投资者去发债去借钱，告诉全世界这笔债由我这样的科技巨头去担保，是稳赚不赔的，一年的利息是 7% 到 10%， 而投资者一听就心动了，钱就进来了。就是这样，数据中心就盖起来了，我不用自己出1毛钱，财报上面也没有负债，但股价就可以继续飞了。影子银行也不用自己出1毛钱，就可以赚走了这个租金的差价。所以最后是谁出的钱呢？就是把钱给了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你不要觉得跟你无关了，只要你有养老金，有买保险，你的钱其实就是拿去给了这些私募基金这就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法，叫做 SPV。 科技巨头就借别人的鸡去给自己下金蛋，而养鸡的成本和风险全都是别人的。那么这些数据中心租约通常是几年呢？3到5年。但是你知道 AI 的算力晶片寿命有多长吗？普遍只有3到5年。也就是说，你今天花了几万亿盖的数据中心过2-3年一个新的晶片出来了，算力翻倍了，成本砍半了，你手上这些老晶片的数据中心就会跟废铁一样了。到时候这些科技巨头会怎么做呢？他们就会撕毁这租约，因为撕毁租约的违约金会比继续租这一堆破烂的数据中心更划算了。一旦他们撕毁了租约，那些私募基金手上的租约就会变成废纸了，那些债券就会变成违约了。所以现在搞 AI 的那些巨头其实是很安全的，它不太会倒闭了。因为出事的时候是谁买单是买了这些债券的养老金保险公司，它不但拿不到利息，甚至还拿不到本金这就是巴菲特说了，美国银行体系跟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正在上升了。他说的就是这些影子银行，这些私募基金，这些 SPV， 他们跟银行借钱，跟投资者借钱，规模已经大到无法收拾了。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华尔街还有银行的隔夜逆回购，也就是救命钱都已经花光了。当这些影子银行开始暴雷了，当那些数据中心租约开始违约了，当科技公司不会去借高利贷回购自己家股票的时候那到时候就没有人去接盘了。而美联储还能够像2020年那样无限印钱去救市吗？2020年的通膨是0它就可以印吗？现在油价这么高，通膨都是 3% 以上了，它还敢印吗？印了美元就会变废纸了，不印市场就会崩盘了，就2条路都是死路。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手上拿3000多亿的现金，他不是在等美股去跌个 10%、20%，他是在等这一台引擎完全的熄火等那一刻炸弹爆开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资产都会变成白菜价，然后他再用1块钱去买下价值10块钱的东西所以回到我一开始问的问题，美股这一波的反弹跟巴菲特被打脸是矛盾的吗？不矛盾的巴菲特他看的是长期的结构，市场玩的是短期的回购，我们散户可以短期赚完钱就跑，但巴菲特他是资本家，他等的是崩盘。现在零成本借钱回购的这个游戏已经快玩到尽头了，而 AI 数据中心那一场更大的游戏才刚刚的开始
那谁会是最后买单的人呢？历史已经给过你答案了。2008年买单的是普通人，2026年你觉得又会是谁呢？所以美股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暴跌之前，你会发现无数的公司它的财报都非常好看了，尤其是美股盈余为什么？比如说一家公司一年赚1000亿，它发行了100亿的股票，那么每一股股票是不是能分到公司赚了10块钱呢？就是1000亿除以100亿嘛。但是如果这个公司回购了，让这个股票的数量从100亿变成了95亿了，那么每一股能分到公司赚的钱就是 10.5 块了，也就是说每一股凭空就可以多分 5% 的钱但是这公司真实的情况并没有变好，可能反而还变差了。所以很多情况呢，就是财报一出明明看上去是很好了，结果是股票崩盘了，是不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人就喜欢去盯着新闻去买股票，比如说去赌这一次美伊会不会停火，结果现在谈判是崩了，海峡呢也没有开放了，但股票就是反弹了，无数人呢却是在低位交出自己的筹码。为什么？因为股票是涨是跌没有那么多的原因，就4个字：需求跟供应。再简单点就是买的大户多一点还是卖的大户多一点。财报好呢，他们依然可以是大卖出货的，打仗他们依然可以大买进货的。是涨是跌呢，不是看你这个散户怎么去分析了，而是看大户他们爱怎么样呢。所以如果你想要学习一套适合散户的投资系统，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的技能，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投资改命培训营了。好了，各位，今天这一期的内容信息量很大，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理性讨论。我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只要你能在今天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